肖邦认识他，本来对他印象不怎么好，觉得好像他是不是男人？反过来说，George Sand 看他第一眼就说，他是不是女生？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1830年的时候，肖邦20岁，他在波兰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钢琴家、作曲家，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很特殊的、很出色的一个音乐天才，所以他应该离开波兰，到别的国家去学习。第一个目标就是维也纳。但是维也纳，你们想想看，贝多芬才过世3年所以很受他的影响。那肖邦他个性完全不一样了，人家觉得他弹的钢琴很漂亮，可是怎么都弹得那么小声，而且对他的曲子觉得很特殊，可是不太明白，不太了解。肖邦在维也纳好像好几个月了，但是一直都觉得不顺利，所以到巴黎去了。在巴黎很容易生存，他开第一场音乐会马上就很成功，大家都很喜欢他。他进入这个贵族或者是富裕的这个社会阶级很容易，因为这个贵族的风格，他很明白，在波兰已经学过，他爸爸是法国人，那波兰人就是以这个法国的风格为标准，所以他进入这个社会很简单，他也可以教很多学生教钢琴，那个学费都可以拿得很高，所以他生存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他很孤独，他一直会想家，回不去，因为已经被这个俄国占领了，而且他有那个结核病，他受这个结核病影响很大。有一个朋友说，肖邦最稳定的就是他的咳嗽，所以他就需要人照顾。波兰本来也有一个女朋友，好像偷偷的订婚，后来就没办法，就吹了，就认识 George Sand。我们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他应该是女权运动非常重要的一个分子。他离过婚了，有2个孩子，一个男一个女。穿长裤，抽雪茄，当时这个是非常离谱的事情所以他全世界都在巴黎的社会都很知道他，而且他很独立，他也写作，他写这个话剧，写小说，所以这个艺术界都很喜欢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女人。肖邦认识他，本来对他印象不怎么好，觉得好像他是不是男人？反过来说，George Sand看他第一眼就说，他是不是女生？所以2个都很像，都错误了。结果没多久，他们就成为很正式一对，没有结婚。George Sand的儿子有那个风湿病，所以他听大夫的意见说，这个应该到这个比较温和的地方去，所以他们去西班牙一个比较大的那个地中海的岛，叫马约卡。马约卡很漂亮的一个岛，有空你们可以去看看所以他就很想真的移民到马约卡去那边住，因为他写文章，他也可以跟现在一样，说那个 home office 通过网络，
很方便哈，写出然后寄到巴黎去，也可以生存。去了没多久，肖邦就跟着。肖邦是结核病，那个结核病，他有很多种，他那种是不会传染到别人，但是两个在那个岛在马约卡那边出现，应该是很有名的一对，但是那边的人很保守，所以对他们一下子就会觉得很排斥。他又离婚，又有2个孩子，然后他们2个又住在一起了，怎么可能？然后星期天也不去上教堂，所以排斥，不给他们住。怎么办？他们就去那个修道院去住。那个修道院好像听起来很浪漫，可是这个又是在山上，那边又吵又冷啊。他儿子反而那个病反而恢复的不错，但是肖邦的那个身体情况越来越恶化，好像真的是快没命了，常常做噩梦啊什么的。但是他在那边完成了那个24个这个前奏曲。怎么会24个前奏曲？24个就刚好是有24个调子，就是每一首都有不同的调。跟谁学？他喜欢巴哈，肖邦对巴哈是比较崇拜，巴哈、莫扎特也可以。贝多芬，他说贝多芬他让你尝到这种天堂的味道，一下子把你丢到这个地狱里面去了。这个对比太强烈了，肖邦有点受不了。所以肖邦在那边有点待不住，不久他们冬天就是在那边过几个月，我总共3个月，2月份又回到巴黎。但是还好，他们从他的那个痛苦就得到很多的灵感，所以他的曲子这些24小的那个24首那个前奏曲，那感情非常的丰富。它有长的也有短的，一般都是比较短的曲子，所以对我们不是高手的钢琴呢，可以弹得动。今天介绍3首，让你们听听。
肖邦的风格并不太好抓准了。你看，刚好最后一首，他一进来好像很快乐啊，可是他有带一种忧郁在里面。这颜色很难抓，我觉得，但是很有意思。下面一步啊。他那个旋律，他那个和声，就是有点说不上来。最后一首，他有一个难的地方，就是他的和声，这个大拇指要弹一个3度，这个看你的大拇指行不行？没办法，弹不动的话，抓不到，你就不要把它拉长，你就把那个音。下面的音给它去掉，也没什么大关系。第一首的难度，它一个很大的挑战，你上面那个音很长，下面好多的和声，很容易把上面的音盖住。你如果是别的乐器，如果拉小提琴，那完全没问题。但是我们钢琴，你弹一个长的音，它趋势就是慢慢的消失。所以你下面的音要弹得很小声，很小声。手腕控制的，你手腕，你如果手腕稍微硬一点，就你的音就消不下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好像这个音。一直都要这种恢复的，其实它应该是加强了。就这么一个问题，但是你要控制那个和声，用手腕控制，很好的一个练习。其他的这个和声当然有的是比较困难一点，但是也困难不到哪里去，就这么一个表现的问题。第二首，他的右手就这么一回事，就是2个8分音符连起来。这个第一个要强一点哈，重音。第二个轻一点，也是用手腕的控制。主旋律在左边，好像大提琴一样，那种感觉。右手一直都保持这个动作，这个动作你学会了，你把握住，很好用，这样可以控制这个重音跟轻音。左手平常是伴奏，现在左手是主旋律，这个也是一个练习，所以你左手那个音色要很厚，这也是一个挑战。肖邦钢琴不一样，跟过去的完全不一样的风格。他强调说，我们不要这种机械的练习指头，每一个指头它有它独特的这个能力，我们应该要按照它的能力，发挥它的能力来弹奏。但是说是很好听，说是很简单，做着不太容易。但是从这个音色可以判断呢，肖邦是钢琴的技巧是很特殊的，给你很多
表现的机会。